上节课呢，我们谈到的是 TCP/IP 协议的第3层和第4层啊，也就是 OSI 的第3层和第4层，分别是 IP 层面啊，如何去编制、寻址，以及这个 TCP 层面。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对于 TCP/IP 来说的第7个层次，也就是应用层的一个简介啊，我们来看看应用的一个内容。那么对于 TCP/IP 这个协议来说，无论是 OSI 的第5层、第6层还是第7层，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应用层。那么在应用层里边呢，会有以下的内容它应用层首先负责处理的是特定的应用程序，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来介绍一下通用的应用程序的一个用法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中常用的几个测试的工具或者程序，比如说叫做 Ping、Tracert、Telnet、FTP 和 TFTP， 一共这几个协议。注意，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呢，都叫做应用程序比如说我们通常所说的 Ping 这个东西呢，我们一般呢会认为它是一个应用程序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协议。那么 Ping 呢，通常有的这个教材上会说到，我们 Ping 呢调用了这个 ICMP 注意。对于调用来说 ，ICMP 这个东西它是调用了一个协议，但是对于 Ping 本身来说，我们说它叫做一个程序，其他的是一样的。好，首先我们先来看 Ping 对于 Ping 来说，这是我们网络中最常见，或者说作为一个网络工程师最常用到的一个协议就是 Ping。对于 Ping 来说呢，是这样的。它调用了一个网络中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叫做 ICMP。ICMP 的全称叫做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叫做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现在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整个网络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在网络层里面最主要的是 IP， 我们现在认为 TCP 也是网络层的一个部分，它是协助 IP 来完成工作的。它负责干什么呢？它负责传递差错，就是如果说 IP 有了问题，它负责来传递这些差错信息，来传递一些控制信息，并且呢做一些查询等等的。ICMP 呢，虽然说它是一个3层的协议但是呢它呢必须被封装在 IP 层里边。必须被封装在 IP 层里面，被封装在 TCP 或者 UDP 里边是比较少见的。我们通常看到的程序呢是被封装在了 IP， 就是我们的网络一般是这样，前边呢是一个 IP 报文前边呢是一个 IP 报文的头部，就是3层的报头，然后里边就是 ICMP 所负责传递的差错或者是控制的一些消息。这个协议或者说这个东西被封装在 IP 里边，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它是一个3层的东西，这个叫做 ICMP。这个协议非常强大，它定义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在我们这儿呢，首先我们看到 Ping 它使用的一个是什么功能呢？ Ping 调用了 ICMP 的2个参数，或者说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叫做 echo 回声。有的教材上或者有的资料上呢，将这个 echo 呢简写作 echo request， 叫做回声请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发送给你一个请求，要求你给我一个响应这叫做请求 echo 叫回声嘛，就是我说出话去，然后对方可能在大山里面是吧，有回来的声音，那么我能听到我自己说的话。那么这个叫回声的请求 echo request， 简称叫做 echo 是什么？我发出一个消息，然后你给我一个响应，我要求你给我一个响应。那么对方一旦收到了这个回声请求echo 的这个消息以后，他会向对方就是向你去回应一个什么呢？去回应一个叫做 echo reply， 叫做回声的响应。这个东西就是响应你的这个echo 的 request 的所以说在 Ping 里边我们调用了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叫做 echo 或者叫做 echo request， 第二个东西叫做 echo reply， 这2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分开的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测试或者在工作中也常会见到，说我们找了有一个地址，然后我们说拼一下看看通不通。那么这个拼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你去拼完了以后如果在设备上，我们的华为的路由器上面或者交换机上面，你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通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 PC 上也可以去拼。好，我们打开我们的 PC 的命令行，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直接写拼，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地址，百度吧，百度.com，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系统会给你一个回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回馈，就说明你的拼或者说你到达这个百度网站是 OK 的。那么怎么样拼是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东西的 OK 程度呢？是这样，这是你自己，这是被访问的，就是对于刚才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百度了中间可能隔着很多的网络，也可能是直接连接的，这个无所谓。然后我们要求什么呢？我发出一个 echo 的请求，你必须针对我的请求回应给我一个 reply。echo reply，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是通信的，也就是说，我发出一个请求，并且你回应了我刚才的那个请求，这个东西就叫做 OK 的。那么，如果不行，会是什么样呢？如果不行，会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随便拼一个 1.1.1.1 随便拼一个 IP 地址，这个时候呢，应该算是不行的。好，你看这个就是超时请求超时。那什么叫超时呢？这个就叫做拼不通，其实叫做不通，没有办法通信。为什么没有办法通信？这里面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你的 echo 就没有发到，就是你过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对方没有收到你的这个请求，没有办法给你发响应，所以说你是不行的。可能你的东西在中间就没有传过去，或者说是什么呢？你的这个东西传过去了，但是对方没有给你回来，你没有收到针对你的这个请求的一个响应，那么你也会显示为超时。为什么这个东西叫超时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出一个请求，那么我会要等待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不能说我死等一天那这个也太慢了。所以说在我们的网络中，通常以2秒为计有的时候会更长一些但一般的情况下是以2秒为计，然后来记一个什么呢？记一个这个等待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你没有给我回应，那我就认为你是超时的我就认为你是不通的。好，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拼。同时在这个地方通过介绍这个拼，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一个测试，我们在网络中考虑问题的时候，大家现在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你的数据报文不仅仅要过得去，而且你还要考虑反向，对方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报文给你回得来。只有过得去并且回得来，这样的一种通信方式才能够叫做通信是完成的。如果说只能过得去，然后回不来了，那么这个通信是失败的。在网络中，大部分通信都必须双向。说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必须双向呢？其实在我们的网络里边大部分的应用程序是要有交互的。就是比如说我点了一个网页的一个什么功能，那么我在这个里边，你的网页是要反馈给我一个操作的界面的，或者你要给我一个反馈，要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点完了以后生没生效？如果是大量的 TCP 的连接的话 ，TCP 要再做一个3次握手上节课我们谈到，它要做一个3次握手，你发过去，那么对方必须要给你发回来。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是这样。那有同学可能会问老师，那个离线的那个消息或者说比如说 QQ 对吧？我们可以发离线文件，就是说他没在线上，他没上线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注意 QQ 的这个离线文件呢，并不是说你直接发给他，而是什么呢？是你将这个东西发给了腾讯公司的服务器，服务器帮你保留。对吧？你发完那个东西以后呢，离线文件以后呢，这个腾讯公司会给你个提示 ，QQ 上会给你个提示，告诉你，你发了多少东西。然后一般的情况下，你像我们这种免费用户是吧？他会告诉你，就是在这个服务器上保存几天，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双向通信。你传完了以后，腾讯会给你个提示，对吧？那么这个其实你们这段完成了，什么时候它在上线，什么时候它在收，那是另外一段连接了。所以说数据的通信后边我们要讲到的数据的通信，大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情况，你要考虑的是不仅要过得去，还得回得来。无论是过不去，还是过去以后回不来，你的通信都叫做是失败的，而不是成功的。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拼。在拼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内容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个时间。
这个呢叫做 round trip， 叫做 RTT， round trip 就是说这个数据报文过去并且回来总共所经历的时间，然后有3个：最短周期、最长周期以及一个平均周期 average。这个速度，这个数值越小越好，单位是毫秒，数值越小越好。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ICMP 的一个介绍这个刚才我们其实已经看过了。对于 ICMP 来说呢，那么我们的 ICMP 呢，更多的是在网络中发现错误控制消息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来看 ICMP 的几种类型。ICMP 其实定义了200多种类型有一部分呢不在 IPv4 中使用，在 IPv6 中使用了。那么我们在 IPv4 里面呢，主要的用到的这几种类型，首先第一个 echo reply， 编号为0。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响应的那个回应消息。第3个，这个叫做 destination unreachable， 就说是目标不可达。这个不可达是什么呢？有可能这个网络根本不让你访问。后面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在后面讲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在有限的访问或者说有访问控制的时候，我们会说，以它为源是不允许访问的，这个主机是不允许访问的。那么 OK， 我要把它干掉。那么这个东西叫做 destination unreachable。还有什么呢？还有重定向这个重定向呢，在某些时候呢用的会多一些，但是现在呢，大部分的网络里面重定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然后这个8这个叫做 echo 响应消息这个这个其实就是 echo 的那个 request 就是我的请求消息我的请求消息。下边有一个11，这个11很重要它叫做 TTL 它叫做 TTL 的叫做 TTL 超时 time exceed。这个什么叫超时呢？在这儿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在 IP 的报文里面有一个字段在 IPv4 的报文里面有一个字段叫做 TTL， 叫做 time to live。这个字段的取值范围是从0到255。默认情况下那么这个 TTL 这个字段呢，它是直接要把它设置成为最大值的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值我们要设置成0到255的一个，255是最大值，我们通常要把它设定为255。当我们把它设定为255以后，每经过一个路由器你的数据报文每经过一个路由器，那么这个值要减1。什么时候这个值等于0了，什么时候这个数据报文就不能再发送了。所以说在转发这个数据的时候这个数据报文在被转发的时候要检查这个 time to live这个 TTL 值是不是等于0。一旦发现这个值等于0，那么这台设备就会向源去发送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叫做 time exceed， 叫做超时。其实你收到这个消息，你就相当于知道这个值的 TTL 或者说这个数据报文被转发了很多次，它的那个 TTL 已经被减成0了。那么在我们的互联网上面或者说在我们的广域网上面，注意它是由于每经过一个路由器减1，所以说呢，从我们任何一个网站现在看起来，大多数你去访问任何一个网站，甭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会超过30个路由器。当然，这里面运营商有其他的技术来保护这个 TTL 不被消除掉，那是另外一回事。大部分情况下，30条以内绝对可以搞定。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ICMP 的报文格式。对于 ICMP 来说，它的报文格式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外边呢是 IP 的报文注意它的这个是内部报文，外面是有一个 IP 的头的，有一个 IP 报文头部的。然后在里边 ICMP 主要分2部分，一部分叫 type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几个这几个都叫做 type。那么下边呢，在每一个类型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code。比如说这个叫做不可达，那么是主机不可达还是网络不可达还是怎么样？那么这个由 code 来显示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叫做 Tracert 叫做 Tracert 有的时候呢我们简称叫做 Trace。ping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ping， 它作为检测，它可以检测什么呢？它可以检测从 A 点到 B 点的连通性。就是到底能不能通的问题，能通就通了，不能通就不通了。但是具体你从 A 点到 B 点，它是怎么走过去的，或者说这条路径是什么样子，那么 ping 是检测不到的，它只能选择到还是没到。那么对于 Tracert 来说，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显示这条路径到底是什么样子
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络工程中啊，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用得到，但是一般的普通用户不会用到这个 tracert 这条命令，啊，一般普通用户不会用到 tracert 这条命令。好，它是用来检查路径的。那么 tracert 这个东西呢，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设计理念非常的巧妙，就是刚好用到了这个 IP 报文的 time to live TTL 这个字段。我们刚才说，一般的情况下，这个 TTL 呢，我们都要设置成为最大值255，然后让它去被每一个路由减1，每一个路由器减1啊，这样去做。那么，如果一旦它等于0，就会向原返回一个 exceed 啊超时的这么一个 ICMP 的报文。好了，那么我想知道我每走一步都走到了哪儿，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儿这么设计。当我发出第一个报文的时候，它的报文的 TTL 等于1，那么也就是说，首先它发出的报文，第一个报文 TTL 等于1，到这儿了。到了这儿以后，经过这个路由器要减1，减掉1以后，这个路由器发现，1减1是不是等于0了？等于0以后，它会向这台路由器发送一个 exceed 超时的报文。这个时候，谁发出的是一定有记录的。我们在发一个数据的时候，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一定要有记录的。所以说，他第一个报文给了他就知道这个是他发出的。好 ，TTL 等于1的报文由他回应给我不可答，那么第一跳就是中间这台设备。然后我再发一个数据，将 TTL 等于2，这个时候这个数据还会到他这儿，他把它减1以后变成1是可以转发出去的，所以说他直接把这个数据报文出去了。比如说到这个网络中的某一台设备上去，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以后再减1变成0了 ，OK， 他返回这个超时报文，这个时候这个站点就知道第二个返回超时报文的是他，那么第2不就是他？以此类推，我的 TTL 等于2等于3等于5一直等于 n， 当然这个 n 不能超过255，因为 TTL 最大值是255，一直逐步的转下去，直到最后的到目标地址，目标发给了你一个不可答的消息，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去访问的，我去跟踪的就是这个地址，而他现在返回给我了，是不是说明我到头了，我到站了？那么 OK， 最终整条路径每一步经过了哪些设备，它都会给你列出来。好，这个东西呢，我们在 PC 上也是可以完成的。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 的命令也叫 tracert。也叫 tracert， 然后比如说我们还写百度.com， 好，这个时候呢，首先通过 DNS 后面我们会谈到 DNS 呢，将百度.com 解析成一个 IP 地址，然后其实就是从我的电脑到 IP 地址到这个 IP 地址的这么一个路径，我们可以看看经过了哪些。首先经过了 192.168.4.4 这是我们这个内网的一个可能是网关或者是一个无线路由器因为我用的是无线网。那么这个 192.168.3.2 这个可能是我们更上一级的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出口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一台设备的 IP 地址是多少，它都会给我回应。然后我们来看看到百度一共要经过多少台设备。当然，如果说除了这些192的地址以外除了这些192的地址，这个是公司内部的地址，剩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址都算是这个公网 IP。如果你有全球的公网 IP 的对应关系的话，如果你有全球的公网 IP 对应关系的话，那么你是不是就应该知道每一个 IP 地址分属于谁，或者说分配到了哪台设备上去？然后你拿这个表来对应，那么 OK， 最终你可以对应到某一个，就是每一个地址，对吧？你都可以对应一个设备，这样你就知道你整条路是怎么走。当然，你需要知道一个极大的这个数据量，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出现了一个请求超时那么后面呢请求超时完了以后，后面呢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地址。那么中间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是我们的运营商为了防止一些这个我们有一些用户探测，或者他做的安全一些，他把这个就是被跟踪的这个功能给关掉了。既然你能跟踪，那我就能把这个功能给你关掉所以说可能在某个运营商的某一段链路上面，他会把这个功能关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到的是请求超时。好，那应该是快到了我们可以看到180.149了嘛，已经，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最终到了
一共经过了10几个跳数，然后呢，达到了这个百度的这个服务器上去。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一个整体路径的跟踪。当然，你要是获得这个其实不用全国全世界啊，只要全国的这个 IP 的这个表象的对应关系，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路径是怎么走的了。好，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Tracert，休息一下。